三星 S24 Ultra 和 S23 Ultra， 本期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分得出来哪是24，哪是23吗？左边的是24，右边的是23。那作为三星新发布的年度旗舰 S24 Ultra， 在影像硬件上相对于 S23 Ultra 来说，你要说是升级还不如说是变化。那这个变化到底是变强了呢，还是没变化，甚至还是变差了呢？本期咱们来找一下这个答案希望您能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档节目您的点赞加关注是让我们继续更新下去，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的动力。那正式测试前呢，先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拿手机去瞎拍一些照片，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您也不用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因为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下面就来看看它俩的表现吧。那两台手机都有主摄长广角跟3倍的中焦，但是长焦是它们最大的区别。S24 Ultra 是5倍 ，S23 Ultra 是10倍，它们都是定焦镜头没有光学变焦，没有光变。现在是 S24 Ultra 的拍摄界面，它比 S23 Ultra 呢多了一个5倍的焦段切换按钮，但是最上面那个10倍呢就不是光学焦段了，是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这次选择5000万像素模式呢，可以有1倍跟5倍镜头可以选择，但是这5倍的5000万像素模式嘛，咱们后边再看吧。那当然2亿像素模式呢，就只有1倍可以选择了。S23 Ultra 的拍摄界面还是老样子，4个焦段切换按钮，但是它都是光学焦段跟 S24 Ultra 比呢，肯定是没有5倍了，但是它的10倍是光学镜头。对了，这个是默认设置下的拍摄界面如果你不下载额外插件的话，是不会出现2倍焦段选项的。我们这儿也看的是一台手机以默认状态下，就是作为一台新机到用户手中时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那下面就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参数上看，两边的主摄就是没有什么区别。那不光参数是这样，实拍看起来也是这样。首先颜色方面就非常接近，然后放大看细节，那无论是光学方面的表现，还是计算摄影方面，两边也是非常接近的。那镜组的光学质量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有一点点但是两边都比较优秀。首先是开始下降的范围是很小的，就算到了画面的最尖上才能看出一些区别。S24 Ultra 这边下降的更重一些，但是已经无所谓了，因为太贴近边角了。再看一组主摄的样张，同样的色彩方面两边依旧是非常接近的。放大中心看的话，还是非常接近的。镜组的光学质量，这回看另一边两边下降的程度差不多两台主摄都有2亿像素的高清模式，那么放大看解析力的话，依旧还是差不多。不过要是再看一组2亿像素的对比总会发现一些区别。那譬如说石头锐化24的更重一些，看树皮呢好像23的细节更多一些。那如果看墙面呢，又好像 S24的细节呈现更丰富。反正总之呢，它俩的表现半斤八两。再说超广角镜头还是从参数上看呢，两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实拍样片呢，颜色也是很接近的色温稍微有些不同。中心解析力呢，其实差不太多就是局部比如说柱子上面的字是24这边看着更清楚一些，但是整个图仔细分析呢，解析力两边也差不太多吧。那镜组的光学质量24这边有没有进步呢？
没有啊，两边一样。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颜色方面呢，大体看还是差不太多的，色温呢稍微有些不同。放大看细节呢，反正你不管怎么分析吧，这锐化吧，那光学吧，反正肯定能看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细节呈现两边就是同一水平。那另一边的边角画质把控怎么样呢？还是同一水平啊，24跟23的超广角就是同一水平的东西。微距拍摄这两代手机还是用超广角直接拍摄微距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用光学镜头、光学焦段直接拍微距的，解析力还是很高的。那前面超广角环节大家也看到了，他们的超广角就是同一颗超广角，所以在微距上的表现呢也是差不多的。从实拍样片上看呢，效果还可以啊。总有人说这个时候用什么3倍、10倍、5倍去拍微距，效果也是不错的。其实不行，因为他们都是数码变焦拍的，都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用10倍拍微距也一样啊，最多是用3倍数码变焦拍的。你乍一看还行，但是放大看解析力啊，肯定是没有超广角的解析力高的。再说中长焦镜头，在中焦从参数上看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还是希望在镜组上24要更好一些。因为从手机的背面看呢，24的3倍突出是更多一些的，但实际效果呢，咱们后面再看。长焦这块是变化最大的地方，24这边是5倍，23呢是10倍啊，参数都列这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咱们后面看实拍效果。对比样片呢，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在细节呈现方面呢，两边还是很接近的。再看3倍的对比，两边的解析力方面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放心，我对比了很多组，就是这样。现在是5倍的对比了，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24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尤其是 AI 算不出来的地方啊，24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再给你们看一组啊，注意看墙上那些小裂缝的细节呈现，24这边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24的5倍呢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为什么要说但是呢？是因为我觉得它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表现并不好，跟默认的1200万像素比，有些地方的细节呈现反而更差了。只是乍一看去好像清楚了一些，但是你仔细对比，很多地方的细节确实丢失了。经过对比了很多组之后，发现24的5倍高像素模式跟默认模式比呢，清晰度还是提高了一些的。只不过清晰度的提高呢，没有画面的差别大啊。这句话能理解吗？画面的差距非常大，那是因为有计算摄影，什么涂抹呀、锐化呀，导致两边乍一看，差别是非常大的。但是细节提升，其实并不大啊。那么这一点对于24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10倍的表现了，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啊，就是24的10倍打不过23的10倍，最好的情况下就是24比较接近23，更多的时候就是差得很远，尤其是计算摄影算不出来的地方，可以看到差距是非常大的啊。比如说暗处的古画啊，这幅画对计算摄影来说呢，那就是望尘莫及的，只有那些线条明显的地方 AI 才能帮上忙。那这组呢，就是24的10倍比较接近23 10倍的样张了，两边的细节呈现呢都是比较丰富的，但是24就是永远无法超越23 10倍的细节呈现。数码变焦是不可能战胜光学焦段的，放心吧。虽然说我个人是不怎么瞧得上数码变焦的，但总有人想看这个超长焦段的对比啊。那这就是他们两台手机30倍的效果啊，还是23的更优秀啊。再说前摄啊，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两台手机的前摄表现都非常不错，但是磨皮美颜在默认设置下呢是有区别的。24这边的美颜效果更少一些，当然这些是可以在系统里直接调的，只是在默认状态下呀，23的美颜磨皮更多一些。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两边的水平也都是很接近的，防抖好像稍微有些抖啊，但是还不错。颜色方面呢，衣服的颜色差别是最大的，其实面部的颜色也是有区别的，我感觉24的面部颜色更好一些。人像拍摄这块自然用的也是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24这边的颜色更重一些，23那边看起来更白嫩一些啊。拍摄之前呢，我以为两边的效果会十分接近，但是成片的效果没想到有这么大差距。换一个场景呢也是如此，两边的表现还是很稳定的。总之呢，24看起来更庄重，23看起来更水嫩啊。我感觉女孩可能会更喜欢23的效果吧。下面说蜘蛛宽度的表现啊，场景的难度还是由低到高这么排下来的。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结果。
就是两边的表现差不多，24相对于23来说没有任何的进步。那回顾去年一整年，23在直出宽容度环节的表现有多么的差，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如果24是这种表现的话，其实有些场景24还不如23呢啊，你仔细看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今年24在直出宽容度的表现上是很难跟其他旗舰手机相抗衡的。那造成这点原因呢，我猜测还是主摄的感光器造成的，它的读取速度还是很慢。虽然说手机的处理速度提高了，但是感光器的读取速度不行，它不能高速的拍摄出很多张有高动态范围的照片来喂给处理器，来计算摄影生成一张暗部跟亮部细节都丰富的照片。我想这就是原因所在吧。那么这点对于它的用户来说，对于24的用户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啊。再看夜景的表现，先看第一个经典的场景，有强光有阴影，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都很一致。那么第二个场景呢，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但是超广角呢是24的更优秀，高光压制的表现更好。现在是2倍的夜景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的表现很一致。同样的3倍的表现也是不分伯仲啊。但是5倍的夜景表现嘛，放大看细节，还是24的更优秀一些啊。毕竟人家是光学焦段，23这边的5倍呢是3倍的数码变焦拍的。10倍的表现区别也是很明显的。要说清晰度嘛，是23的更好啊。注意看灯笼上的福字，但是电视里的高光呢，都是24的更好啊。这里有很多台电视，不光是一台啊，都是24的表现更好。高难度场景登场了啊，主摄的表现24稍微优秀一些，亮部的表现看着更好，超广角两边差不多。那这个场景呢，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挺不错啊，都挺优秀的。昏暗的城市道路上，主摄的表现两边很接近，超广角嘛，细节呈现也是差不多的，但是白平衡24的更准。祖传神速场景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啊，主摄的表现两边很接近，超广角也差不多。健身器场景就非常的难了，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仔细看啊，是24的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差不多。主流小路场景，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方面依旧是 S24的更丰富啊，24比23在夜景方面确实有提高。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差不多，但是白平衡24的更准。最难的祖传神速 Pro 场景，主摄的表现也是24的更优秀，细节呈现更多，而且树干上的尾色明显也是24的更少，可以说就是没有尾色。超广角的表现也是24的更优秀。那总体来说，在夜景的表现上，24相对于23来说还是有进步的。视频录制用的还是手机的默认设置，是最接近抖音、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手持的走路对比，两边的清晰度、防抖做的都非常不错啊。24这边比23亮一些啊，但我感觉24的颜色更沉稳。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清晰度、防抖依旧是非常好的，就是亮度不同啊，我还是感觉23的亮度跟颜色更好。现在是2倍的表现啊，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两边的效果非常接近。现在是3倍的录制表现，两边的效果也是非常接近的，无论是清晰度跟防抖都是很顶级的。现在是5倍的录制表现，这回在解析力上是有差距的了。24这边是5倍光学镜头录制的，23这边呢是用3倍数码变焦录制的，24的解析力更高。现在是10倍的录像表现，大家可能更关心一些吧。这回24的表现更好啊，清晰度两边是差不多的，但是颜色是24的更好。当时的天气很糟糕啊，雾气非常大。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两边除了颜色有些区别以外，防抖啊、解析力啊这些也都是同一水平的。超广角的表现嘛，反正这个场景他俩应付起来都是非常吃力的啊。现在是3倍镜头的表现，两边的清晰度是差不多的，但是24的暗部细节呈现更丰富，所以看起来24的更清晰。现在是5倍焦段的表现，24的效果明显强于23，这回无论是清晰度还是暗部细节呈现，都是24的更好了，但是两边都稍微有点晃，是吧？现在是10倍焦段的表现，24的效果明显是强于23的。那看来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在长焦录像方面呢，24还是有进步的呀。工业设计方面 ，S24 Ultra 就是沿袭了 S23 Ultra 的家族设计。你们喜欢它的设计语言吗？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两台手机长得漂亮吗？可以说一下你们的看法啊。屏幕的变化是有的
23呢，两边是有稍微的弧面的，但是在我眼里呢，其实已经是纯屏了。到了24 Ultra 呢，已经变成了纯屏的屏幕了啊。24的边框已经变成钛金属材质了，可以看到四边已经没有出厂的保护膜了。23的保护膜我还没有接呢，那是因为变成钛金属之后，24的边框更耐磨了吗？或者说已经没有漆了啊？这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没有这层保护膜了。哦，对了，它俩呢都有根笔啊，我老忘这笔，我老忘拍。处理器上也做了升级 ，S24 Ultra 换成了最新的骁龙8 Gen 3，还是三星特供版的。但是性能方面呢，我们不在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其他节目。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为您在选择方面提供了帮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